王一博和杜华同时看向了声音的来源。杜华靠在椅背上，目光在肖战脸上停了2秒。那你想怎样？肖战一直挺直的背脊，机不可察地松了半分。他缓缓地、极其清晰地将一直紧握成拳的手指，一根一根松了开来。掌心里是被指甲掐出的，深深的、带着血丝的月牙形伤痕。第一，关于他的部分，他会开设独立宣传账号，所有执行必须两方一致同意。杜华的眉梢微微动了一下。第二，双方资源整合，同一层办公，统一对外口径。第三，肖战看向王一博，那一眼里带着某种很沉的东西，然后他转回杜华，他的那个对赌不能是全有或全无，上市是一个过程，不是一个开关。我们需要阶梯式的目标，第1年完成什么，第2年完成什么，第3年完成什么。每完成一步，对应的权利就解锁一步。如果最终没能上市，也不应该触发一个笼统的按公司方式走。王一博的手指在桌面上停住了。杜华沉默了很久，他的目光从王一博脸上移到肖战脸上，又从肖战脸上移回来。继续，他说，不是拒绝，不是同意，是让你接着说。肖战的呼吸稳住了一拍，他把剩下的部分说完。第四，他的利润分成不能一直卡在70%，第1年公司拿70%，第2年降到60%，第3年降到50%。这不只是照顾他的利益，是为了让他有动力持续产出高质量内容。一个被榨干的艺人没有长期价值。第五，我需要你书面承诺，每年为他投入不低于他上年贡献利润15%的宣发与制作资源，资源明细由3方确认。同时，他的工作时长、海外行程频率、每日工作时长必须设立上限，违反上限，他有权暂停配合，不视为违约。第六，肖战的声音低了下来，但每一个字都掷地有声。隐私泄露条款，无论任何原因，包括公司人员流动、数据泄露、第三方泄密，一旦我和他的私人关系被公司方或公司关联方主动或被动泄露，你需要支付约定的违约金，并自动放弃对王一博剩余合约期的所有权利主张。王一博微微侧头看着肖战，那一眼里没有惊讶，因为肖战说的每一个字都是他们无数个深夜通话里反复聊过的、打磨过的，最终凝结成的形状。只是他没想到，肖战会在今天，在这里，在杜华面前，一字不漏的、毫不退缩地说出来。杜华看着肖战，很长时间，你们倒是分工明确。他说，杜华的手指在扶手上轻轻敲击，哒哒哒，节奏稳定的像心脏起搏器的电击。他的目光在肖战脸上停留了至少10秒钟。对于一个习惯了在0.5秒内做出商业判断的人来说，这已经是漫长到足以让空气凝固的审视。很详尽的补充，他终于开口，声音里听不出情绪。但我需要提醒你们，这仍然是一场对赌。既然是赌，就没有阶梯解锁这种温柔的说法。他身体微微前倾，手肘支在桌面，双手指尖相对，那个稳定的三角再次出现。不过，他拖长了尾音，目光转向王一博。肖战说的最后一点，我可以考虑。7、6、5的分成阶梯，确实更符合长期利益，但前提是，你的业绩必须超预期。王一博没有立刻回应，他在脑中飞速计算，
这意味着第一年他需要创造比往年高出至少30%的利润，才能覆盖阶梯下降带来的收入缺口，同时还能让杜华满意。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，除非他接下那些他曾经明确拒绝过的高回报但高风险的项目。多高算超预期？他问，声音平稳。比去年增长50%。杜华报出一个数字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他。第一年做到了，第二年降到60%，做不到，第三年继续70%。肖战的呼吸微微一滞，50%，这已经不是常规增长，这是要用命去搏的数字。他想开口，但王一博在桌下轻轻碰了碰他的膝盖，一个极轻微的接触，短到可以忽略不计，但传递的信息明确，让我来。可以，王一博说，甚至没有犹豫。但我要对应的资源倾斜。你刚才说的15%投入，必须写进合同附件1，具体的项目清单，在下周例会前敲定。杜华微微眯起眼，你很急，我没有时间浪费。王一博迎着他的目光，3年，从今天开始倒计时。好。杜华靠回椅背，那是一种谈判基本结束的姿态。法务部会在48小时内起草补充协议，这期间，他的目光在两人之间扫过。我希望你们能保持低调，任何不必要的曝光都可能影响我们刚刚达成的共识。我们明白。肖战接话，声音已经恢复了谈判时的冷静。在正式签约前，不会有任何公开动向。杜华点了点头，终于端起了那杯已经凉透的茶，轻轻抿了一口。茶很苦，但他脸上的表情没有丝毫变化。那今天就到这里，我还有个跨国会议。两人起身，王一博的动作干净利落，肖战则稍微慢了一，他在观察杜华最后的表情，那细微的肌肉牵动，眼神的落点，任何可能泄露真实想法的蛛丝马迹，但他什么也没看出来。杜华已经重新低下头，目光落在平板电脑的屏幕上，手指滑动，切换到了下一个日程。那个刚刚完成了一场可能改变公司命运的谈判的女人，此刻平静地像只是在处理一封普通邮件。走出办公室，厚重的实木门在身后无声合拢。两人并肩走着，谁也没有说话，直到电梯开始下降，肖战才开口，声音很低，50%。你疯了？没疯。王一博看着电梯镜面里自己的倒影，那张脸上没有任何表情。杜华在测试我的决心，如果我连这个都不敢接，他不会相信我能完成上市。但那是50%，我知道那是什么概念。王一博打断他，语气很平静，平静得让人心慌。但这是我们唯一的路，肖战，我们没有选择了。电梯叮的一声到达，刚才在办公室里，王一博说，声音压得很低，低到只有他们2个人能听见。你说的那些条件，每一条都卡在他最痛的地方。你怎么知道他会在那些点上让步？肖战沉默了几秒，风吹过停车场，带来远处车流模糊的噪音。我研究过他过去5年的所有公开谈判案例，他说，语气很淡，淡得像在说一件无关紧要的事。杜华有个习惯，他在最后关头会让出一些看似重要的利益，来换取对方在更隐蔽的条款上放松警惕。比如分成比例，他很愿意拿来当诱饵，但真正重要的是那些定义模糊的条款。比如按公司方式走这种话，他会在那些地方埋雷。王一博看着他，看了很久，然后他忽然笑了，那是一个很浅，几乎看不见的笑。
但眼里的温度真实地升了起来。上车吧，他说，声音很轻。外面冷，窗外，城市的霓虹灯流淌成模糊的光带。王一博靠在椅背上，闭上眼睛。肖战坐在他旁边，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夜景，脑子里却在飞快地复盘刚才的每一个细节。杜华最后的表情不对，他忽然说。王一博没有睁眼，哪里不对？他答应得太快了。肖战转过头，看着王一博的侧脸，尤其是你答应50%增长的时候，他甚至没有讨价还价，这不符合他的风格。王一博缓缓睁开眼睛，车窗外流动的光在他脸上投下明暗交错的光影。你在担心什么？我在担心，肖战说，每个字都说得很慢。他手里还有我们不知道的牌。过了很久，王一博才开口，不管他手里有什么牌，我们现在只能往前走。协议一签，就是3年，这3年里，我们必须赢。我知道，肖战说。他伸出手，很轻地握住了王一博的手，那只手很凉，掌心有薄薄的汗。但我们要赢，就不能只盯着眼前的路，得看清楚这条路通向哪里，路上可能有什么陷阱。王一博反手握紧了他的手，力道很大，大到几乎有些疼。那就一起看，他说，反正这条路我们已经绑在一起了，有些路一旦踏上去就没有回头看了。48小时后，乐华娱乐总部法务会议室，补充协议厚达47页 ，A4 纸打印，装订整齐。封面是乐华的标准蓝，法务总监是个戴金丝眼镜的中年男人，姓陈，说话语速很快，每个字都像在打点计时。王老师，肖老师，这是根据前天会议共识起草的补充协议，我已经将双方确认的条款都列入了，包括利润分成阶梯、资源投入比例、工作时长上限，以及他推了推眼镜，翻到某一页，肖老师特别要求的隐私泄露违约责任条款。王一博拿起那份协议，没有立刻翻看，他先掂了掂重量，47页，这已经超出了普通艺人合约补充协议的正常厚度。通常这种文件不会超过20页。为什么这么厚？他问，语气很平静。陈总监笑了笑，那是一个职业化的，没有任何情绪的笑容。因为这次涉及的条款比较复杂，我们尽量把每一个细节都写清楚，避免后续产生歧义。这也是杜总的意思，既然要合作，就合作得明明白白。肖战坐在王一博旁边，已经拿起了自己那份协议，开始快速浏览。他的阅读速度很快，眼睛在纸页上移动，手指无意识地在某些段落下轻轻划过。会议室里很安静，只有翻动纸页的沙沙声。阳光从落地窗照进来，在光洁的会议桌面上投下一片明亮的光斑。10分钟后，肖战放下了协议，他抬起头，看向陈总监。第7条第3款，他说，声音很平稳，甲方有权根据市场变化及乙方个人发展需求，对乙方工作安排进行必要调整。这个必要调整的定义是什么？陈总监推了推眼镜，这是标准条款，王老师之前的合约里也有，意思是公司会根据实际情况，比如某个项目突然需要您配合，或者某个合作方的要求，对您的工作安排做微调。这很常见，常见不代表合理。肖战说，他拿起笔，在那一行下面划了一道线，这一条需要修改，改成任何对工作安排的调整，必须提前7个工作日书面通知，
并经乙方书面确认后方可执行。如乙方因合理原因无法配合，甲方应提供替代方案。陈总监的表情有了一瞬间的凝固。肖老师，这可能会影响公司运营的灵活性。灵活性不应该建立在单方面决定的基础上。肖战打断他，语气依旧平静，但话里的重量清晰可感。如果连自己的工作安排都不能自主决定，那所谓独立工作室就只是一张空头支票。陈总监，您说呢？陈总监张了张嘴，看了一眼王一博。王一博正低头看协议，仿佛没有听见这段对话，但他微微抬起的下巴和抿紧的唇角已经说明了态度。我需要请示杜总。陈总监最终说，可以。肖战点头。还有第12条，关于不可抗力的定义，你们把乙方身心健康原因也列入了不可抗力，但后面又加了一句，如因乙方自身原因导致，甲方有权追究违约责任。这等于说，如果我因为工作强度过大生病，公司不但可以不承担责任，还可以反过来告我违约。陈总监的额角冒出了一点细微的汗珠。这是法务的标准化表述，那就改掉。肖战说，他拿起笔，在那一整段上画了一个大大的叉，改成如因工作安排导致乙方身心健康受损，甲方应承担全部医疗费用及相应补偿，并调整后续工作安排。乙方恢复期间不视为违约。会议室里的空气变得有些凝重。陈总监擦了擦汗，拿起手机，我出去打个电话。他匆匆离开会议室，门关上后，王一博才抬起头，看向肖战，他眼里有很浅的笑意，那笑意很淡，但真实。你很凶，不然呢？肖战放下笔，揉了揉太阳穴。47页。他们至少埋了20个陷阱，如果我们今天不一条一条挑出来，等签了字，就什么都晚了。我知道，王一博说，他伸出手，很轻地碰了碰肖战的手背，但慢慢来，不着急。我着急。肖战看着他，眼神很深。王一博，这是3年1000多天，我不能让任何人在任何条款上有机会伤害你。王一博的手指微微收紧，他没有说话，只是握紧了肖战的手。几分钟后，陈总监回来了，他脸上的表情有些复杂，像是刚刚经历了一场不太愉快的谈话。杜总说，他坐下，尽量让语气平稳，可以按肖老师的要求修改第7条和第12条，但相应的，他也有条件。王一博抬起眼说，关于利润分成的阶梯。陈总监翻开协议，指向某一页。杜总说，如果第1年能实现60%的增长，第2年可以降到5.5成，第3年5成，但前提是增长必须来自新增业务板块，不能单纯靠提高现有业务的价格或频率。肖战的瞳孔微微收缩。新增业务板块，这是个陷阱，而且是个精心设计的陷阱。这意味着王一博不能靠多接戏、多接代言来实现增长，他必须开拓全新的领域，比如投资，比如创业，比如那些他完全不熟悉、风险极高的行当。王一博沉默了几秒，然后他问，杜总有说什么是新增业务板块吗？他举了个例子。陈总监说，声音很轻，但每个字都像小锤子敲在心上。比如，您可以投资一部剧，自己当出品人，或者做一个自己的潮牌，公司可以参股。最后那句话落下的时候，会议室的温度仿佛瞬间降了几度。
肖战的手指在桌下猛地收紧，他终于明白杜华的牌是什么了。他要的不是王一博未来3年的利润，他要的是把他彻底绑死在乐华这艘船上，甚至要让他成为这艘船的一部分。这是一场更深的赌局，赌的是王一博的未来，赌的是他会不会在3年后，因为已经和乐华利益深度绑定，而无法离开。王一博没有说话，他靠在椅背上，闭上眼睛，阳光照在他脸上，那张精致的脸在光线下显得有些不真实的透明。时间1分1秒过去，陈总监有些坐立不安。肖战看着他，又看看王一博，心脏在胸腔里沉重地跳动。他想说话，想提醒王一博这其中的危险，但最终什么也没说。这是王一博的决定，只有他自己能下。终于，王一博睁开了眼睛，那双眼睛很亮，亮得像淬过火的刀锋。可以，他说，声音不大，但字字清晰。新增业务板块，我可以做，但有2个条件。陈总监立刻拿起笔，您说。第一，任何新增业务，我必须拥有至少51%的控股权，公司可以投资，但不能控股。第二，王一博看向肖战，那一眼很深，深得像在托付什么。肖战的工作室要作为我的战略合作伙伴，参与所有新增业务，具体的合作方式另行协议。陈总监飞快地记录，我需要请示。不用请示了。会议室的门被推开，杜华走了进来，她穿着一身深灰色的西装套裙，手里拿着一份文件，脸上带着那种熟悉的、精于计算的平静笑容。这2个条件，我同意。她在会议桌主位坐下，将手里的文件放在桌上。但相应的，我也有最后一个补充。她看向王一博，目光锐利如刀。3年后，如果公司成功上市，你的所有新增业务必须装入上市公司体系。作为交换，你会获得相应的股权。如果上市失败，他顿了顿，声音很轻，但每个字都像冰锥。那么从第4年开始，你的一切，你的名字，你的形象，你的时间，你的意志，包括你呼吸的每一口空气，都将彻底属于公司，没有例外，没有豁免，没有个人这个选项。你听明白了吗？会议室彻底安静了，窗外的阳光依旧明亮，但会议室里的空气已经冷得像结了一层冰。肖战看着王一博，看着他侧脸上紧绷的线条，看着他眼底深处翻涌的复杂的情绪。他想说不要同意，想说这是个无底洞，想说我们还有别的路可以走，但他什么也没说，因为他知道，当王一博露出那种表情的时候，他已经做出了决定。果然，几秒后，王一博抬起了头，他看着杜华，脸上没有任何表情。阳光落在他眼睛里，那双眼睛亮得惊人，亮得像燃烧的星辰。我同意，3个字落地生根。杜华笑了，那是真正的、毫不掩饰的笑容。笑容里有一种猎人终于将猎物引进陷阱的满意。好，他说，站起身，伸出手。那么，合作愉快。王一博站起身，握住了他的手。那是一个很短的握手，1秒、2秒，松开。合作愉快，他说。肖战坐在那里，看着2只手交握，又分开。阳光在桌面上移动，照亮了那份厚厚的协议，照亮了那些密密麻麻的条款，也照亮了未来3年那条布满荆棘却又不得不走的路。他想，
这大概就是成年人的世界，没有童话，只有交易；没有退路，只有往前走。无论前方是什么。当晚，王一博公寓协议已经签完了，电子版发到了双方邮箱，纸质版锁进了保险柜。一场持续72小时的谈判终于落下帷幕。王一博站在落地窗前，看着窗外的城市夜景，灯光璀璨，车流如织。这座城市永远这么热闹，热闹到可以掩盖所有暗处的交易和牺牲。肖战从厨房走出来，手里端着2杯温水。他走到王一博身边，递给他一杯。累了？他问，声音很轻。王一博接过水杯，没有喝，他只是看着窗外，看了很久。战哥，他忽然说，声音有些哑，如果3年后我输了呢？肖战的手微微一顿，玻璃杯里的水面晃了晃，又恢复平静。你不会输，他说，语气很笃定。万一呢？没有万一。肖战转过身，面对着王一博，窗外的灯光落在他脸上，那双眼睛亮得像夜空中最坚定的星。王一博，你听好了，这3年我会在你身边。你拍戏，我帮你盯后期；你录综艺，我帮你审合同；你开拓新业务，我帮你做尽调。你累了，我在这里；你输了。他停顿了一下，然后一字一顿地说，我就陪你重来。王一博看着他，看了很久，然后他忽然笑了，那是一个很真实、很放松的笑，笑容里有疲惫，但也有某种沉重的释然。他伸出手，将肖战拉进怀里，那是一个很紧的拥抱，紧到能听见彼此的心跳，紧到能感受到胸腔里那种沉甸甸的，却又无比真实的存在。窗外的城市依旧喧嚣，但在这个拥抱里，世界安静的只剩下2个人的呼吸和一份刚刚签下的用未来做抵押的契约，以及一个要用3年时间去兑现的承诺。又是一个浪漫的夜晚，盼望流星能听见呼唤，路边的野花依然的开放，想起了你微笑的模样。